而来我是金。上期说，奇遇从废墟里意外摸到了曾出现在爆破手里的魔方，正巧地底深处也同时出现了疑似神明的巨大自闭体。这看似毫无关系又紧密相连的两个巨大伏笔，究竟会是什么呢？那么废话不多说，进入我们的解说时刻。巨大的自闭体通过上帝视角可以看清，但对于只有一个小窗口的奇遇几人来看，只有漆黑一片，乌漆抹黑的，什么也看不到呀。喂，真兽，大光，你管谁叫真兽呢？真是的。嘴上吐槽着，但眼子还是射出了照明光线。首先是探照灯，没用，然后按下了右脚，变成了恒温器，也没用。再试试左脚 ，X 光线还是没用。就算试了试通过奇遇脑袋射出的扩散型照明灯，也还是什么都看不到。奇怪，哪种光线都照不到对面呢？就在这时，一次3个人，真少见啊！啊，你们刚才谁说话了吗？两人都摇摇头。突然间，脑海里的声音又来了：“让我来看看你们是否有资格接受我的力量吧。把手放在那个匣子上，祈祷即可。如果有资格的容器，自然能得到力量，否则便会没收。”这就是所谓的传心术吗？你就是怪人王嘛，想说什么就当面说。不过我会把你揍飞就是了。你们难道不觉得很恐怖吗？三人正在讨论时，身后凭空出现一抹亮光，紧接着变成了黑洞。还以为是说话的主要现身了，但没想到来人正是 S 级排号第1位的爆破。太好了，看来是赶上了。戴着一副墨镜，比龙卷的回忆里多了一身伤痕。看样子你们还没有结束交易。墨镜下是一道触目惊心的伤痕。你是英雄吗？爆破没有回答，弯腰捡起了那块魔方。你们碰过这个东西吗？不是大叔，你谁呀？碰了会怎样？看来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碰了它嘛。这个东西类似于通讯器，碰到它空间就会发生扭曲，进而能够与那家伙取得联系。我出于兴趣，正在收集散落在各地的这个东西。爆破？是你吧，爆破？搅了你的局，抱歉了。爆破？爆破？你就是？没错，你就是 S 级第13位的闪光 Flash 吧？你在这地下做什么？这句话应该我说才对吧？这家伙是本人吗？让我来试一下吧。最高速闪光腿。冷静点。一瞬间冷汗直流。他们刚刚在干嘛呀？一见面就要攻击别人，是那家伙的坏毛病吗？这个空间里时间的流动相较于外面要慢，还是尽快离开比较好。我送你们到地上吧。有出口吗？还有，你刚才的登场方式很奇怪呢。有的，不过比起那个，你们为什么会带着一个怪人？看起来也不像是俘虏啊。他是负责给我们带路的，肩背手电筒功能，可有用了。好吧，那我们暂且就此别过了，但我相信我们还会再见。爆破的手背上能量汇集，似乎要发动能力了。Flash 正着急的还想说点什么，但已经来不及了。西西和龙卷就拜托你们了。能量波动越来越大，下一刻就变成了黑洞，将几人笼罩了进去。因为时间流速不同，外界的战斗还未展开。看着头顶的巨型骑士枪，众人都在讨论龙卷的恐怖实力。再反观自己，头顶低垂着头，喃喃道：都怪他才令大家陷入苦战的。明明银色獠牙和魔鬼改造人都有强大的战力，他却因为个人的误解将他们排除在外。想到这里，他突然间回头询问僵尸男，愿不愿意代替他成为队长。因为这一路走来，僵尸男的看人眼光和照顾人的情绪，种种都做得很好，显然比他更适合做队长。僵尸男还没回应，甜心假面倒是抢先说道：没那么简单，你觉得一个近似怪人的家伙能团结英雄吗？队长必须是理想的人类。话音一落，两人都愣住了。下一秒，僵尸男倒是不在意，但童弟却瞬间勃然大怒，吼道：僵尸男先生才不是怪人呢！其实除了你之外，还有其他人能够肩负团结大家的能力。总之，这次你能够意识到看人眼光的问题，就已经收获颇丰了。想去了解他人是很重要的，因为我们都是人啊。就在这时，不远处突然亮起了几颗光球，唰的一声冲几人飞了过来。僵尸男自觉熟悉，一把将童弟推开，直接被轰碎了半边身子。你哪里像人了？果然来人正是流浪地。
另一边，龙姐终于动手了，骑士枪冲着大蛇躯体狠狠地刺了下去。这还不够，她扭动手指，骑士枪猛地旋转了起来，像个钻头一样往地底钻了进去，带着大蛇的躯体直冲地底，最终钉在了一片地宫之中。大蛇躯体早已经碎成了渣，而背后那台阶之上似乎刻画着奇怪的图案。短短的一话又结束了，不过剧情似乎在慢慢浮出水面了。疑似神明的出现和爆发的赶到，似乎都在揭开一个更大的秘密。再结合怪人协会地底深处的怪异地宫，怪人能把基地建立在这里，种种迹象都在表明事情并不简单。大胆猜测一下，如今的恶狼也在地底，已经被逼至绝境的他渴望着力量。如果他也碰到了立方体，接受了神秘的力量，那可就不仅仅是怪人化恶狼了，恐怕实力将再次刷新怪人的新高，甚至超越波罗斯。这样一来，恐怕奇遇也有的玩了。好了，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喜欢本期视频的，别忘了关注和订阅哦。漫画一更新，我便会在第一时间解说。那么我是吉林，我们下期见。